我8岁那年就被爹卖到镇上的刘财主家里当婢女，可那个刘财主呢，是个臭名远扬的老色鬼。他家里的婢女只要有点姿色，就逃不出他的魔掌。我害怕极了，只好躲在小厨房里烧火劈柴，一躲就是10年，只求平平安安。可到了18岁这年，终究还是没躲过去。刘财主好几次趁我一个人落单，把我堵在后花园里，他那臭烘烘的嘴就往我脸上蹭。我从小性子就烈，肯定不会顺从他。于是我就跑到主母面前哭诉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主母不但不同情我，反而说我是勾引老爷的小娼妇，把我一顿毒打之后，我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扔在牛棚里，差点就断了气。主母心里有鬼，第2天就找来了镇上的张媒婆，宁愿倒贴1两银子的嫁妆，也要把我打发出去。张媒婆听完拍手大笑，这不是巧了吗？青牛村那个半瞎眼的薛家寡妇，带着3个光棍儿子。之前他家大儿子娶过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儿，可那小媳妇儿当天夜里就被吓跑了。听说是2个小叔子半夜趴墙根偷听。主母一听，当时就高兴得牙根直打颤。那就把他给薛家吧。真是个好人家。就这样，我被一辆驴车硬拉到了青牛村，成了村东头薛家的儿媳妇。进门那天，我抱着随身带来的小包袱，一瘸一拐地围着那满是破砖烂瓦的房子转了一圈。挨千刀的张媒婆真是把我们给坑苦了。从刘财主家放出来的婢女，哪有什么干净身子？可怜我的儿啊，刚成亲就白白当了绿头龟。婆婆气得当天晚上连饭都没吃，躺在炕上哼哼唧唧，一直喊心口疼。不过就算她吃得下，家里好像也没有多少粮食。我把整个灶房都翻了个遍，勉强翻出了半袋小米、半袋杂面和1袋豆子。我喝着稀粥，在婆婆的骂骂咧咧声中得知，张媒婆的话只对了3成。婆婆其实有4个儿子，只不过大儿子薛平德早些年遇到山洪被淹死了，而我嫁的是老二薛平义。薛平义几天前去镇上修路了，今天成亲也赶不回来。老3薛平礼在镇上的翠墨书院读书，平时是住校的。而今年才13岁的老4薛平俊却是个游手好闲，整天在外面瞎逛的逛鬼，也不知道他天天都在干什么。婆婆骂累了，打了个哈欠，翻了个身。没过一会儿，屋里就响起了打雷似的鼾声。乡下的6月天，月亮很亮，星星稀稀拉拉的，屋里弥漫着熏蚊虫用的艾蒿的刺鼻烟味。我盯着炕上那满是污渍和补丁的破褥子，老天爷啊，这到底是谁脏啊？我知道婆婆对我曾经是刘家婢女这件事心里有疙瘩，既然来了，就安心带着吧。我不生气也不恼火。第2天早上，我盛了一碗粥递到她手里说：“娘，您放心吧，我是正经人。”谁知道呢？先瞧着吧。到了晌午，老4薛平俊背着2大捆柳树枝，兴致勃勃地回来了。半大的小子，衣裳破破烂烂的，鞋子露着脚趾头，脸上被汗水弄得黑一道白一道的，一看就知道是个不安分的主。婆婆的眼睛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个人影，一瞧见薛平俊进门，就赶紧从炕柜里摸出几个粉白色的山桃来。老疙瘩，这几天又上哪儿野去了？没饿死啊？这是你二嫂，快叫人。薛平俊嘻嘻哈哈的接过山桃，当时就是一顿狼吞虎咽。吃完了，他抹抹嘴，冲我露出2排小白牙。二嫂，我答应了一声，去给他打了一盆洗脸水。他胡乱的洗了一把，就咧着嘴跑到树荫下去摆弄柳树枝了。婆婆喜欢睡午觉，我伺候她睡下之后，就拿起扫帚和抹布，拖着还没完全好利索的身子，把这个穷得四面漏风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薛家有3间正房，左右2边是卧室，中间是灶房，院子里还有一间稍微新一点的小厢房，大概是薛平义和他原先那个被吓跑的新媳妇住的吧。我突然想起了薛家2个小叔子听新嫂子墙根的传言，薛平礼我还没见过，不敢乱说，但院子里那个正满头大汗忙着用柳条边框的薛平俊，眉眼间还是个孩子呢，怎么看也不像是那种无赖啊。薛平俊手挺巧的，不过1个时辰就编了2个框，青绿的颜色还挺好看的。我心里一动，端着一碗水来到树荫下问道：“平俊，你会不会编鱼篓？”薛平俊咕咚咕咚把一整碗水一口气喝完了，得意洋洋的干脆答道：“会。”那帮二嫂编个鱼篓行不行？二嫂想去河边捞点鱼。不行。为啥？娘不让。娘为啥不让？因为大哥是被水淹死的。娘说水里有水鬼，谁靠近就抓谁。我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没事儿，嫂子不怕。嘘，你偷偷编一个，我偷偷去捞鱼，捞到了我就说鱼是自己蹦上岸的。反正娘不常出门，出了门也不去河边。而且嫂子做的鱼可好吃了，你馋不馋？咋不馋呢？那行，你赶紧编。听见有鱼吃，平俊喜上眉梢。二嫂，你真不怕水鬼啊？不怕，
我是水鬼他老祖宗。我这个人说干就干，趁婆婆还在呼呼大睡，拎着鱼篓就来到了小河边。河水清亮，鱼儿一群一群的跳跃，没一会儿我就抓了10几条小野鱼和泥鳅。晚饭的时候，我端上来一盘清炖的小河鲜，婆婆鼻子很灵，一下子就闻出了鱼味儿。谁下河捞的鱼？鬼催的！这一嗓子把正美滋滋嚼鱼骨头的平俊吓得差点尿了裤子。娘，不是我。娘，谁也没下河，是今天不知怎么了，河里的鱼啊虾呀都慌慌张张的往岸上蹦，就跟河里真有水鬼似的。后晌您睡觉的时候，我去山根底下挖野菜，看见好多人在岸边捡鱼，我也就跟着捡了一些回来。平俊见我说谎，话脸不红心不跳，偷偷的朝我吐了吐舌头。婆婆听见鱼是捡来的，脸色也缓和了一些。真是捡的？那才捡这么点儿。我扶着额头说：好嘞，娘，明天我去多捡点儿。唉，吃完饭，平俊撑着圆滚滚的肚子看着我说：二嫂，你做的饭真香，你让我和你一起去捡鱼吧。我哪有不愿意的呢？于是接连几天又捡了好多小河鲜回来，狠狠地给薛家改善了一下伙食。到了第7天，平俊嫌带着闷得慌，死活不肯去了，于是我只好自己拎着鱼篓去河边。没想到当我背着半篓子鱼虾往家走的时候，大白天里庄稼地里突然窜出一个尖嘴猴腮的汉子。那汉子两眼通红，什么话也不说，就跟疯了似的，便把我往庄稼地里拽。他这么一拽，让我想起了刘财主那张臭烘烘的嘴。我当时就火冒三丈，使出全身力气朝他的裤裆狠狠踢了一脚。汉子被踢得龇牙咧嘴，甩手就扇了我一个大耳光。他力气太大了，一巴掌扇得我嘴角流血，眼冒金星，我不由得疼得尖叫了一声。而正是这声尖叫救了我。一个浑身脏兮兮、拿着铁锹的高大汉子，像大罗神仙一样从天而降。他一把将我像拎小鸡似的拎到一边，然后抡圆了胳膊，一拳砸在那个无赖的眼眶上。接下来那顿打我没敢看，那个无赖被打得太惨了。打完以后，救我的那个汉子踩着那个无赖，扭过头沉声问我：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咬了咬牙，送交官府。那个无赖一听到官府2个字，终于怕了，嘴里含含糊糊的向我求饶：这事闹大了，你的名声也毁了，我赔你银子。这话不听还好，一听我更来气了。作恶的人是你，丢脸的人也是你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怕个什么？我看你不像是第一次把良家妇女往庄稼地里拽，等到了官府，有你好受的。听完我的话，旁边的汉子黝黑的脸上露出几分赞许的神色。于是就这样，他一路拖着那个早已动弹不得的无赖去村里找李正。李正正在村头的大槐树下跟一个胖老头下棋。听完我的控诉，他蹲下身子，把那个无赖的脑袋扳正。这不是下河村的猴三儿吗？你竟敢跑到我们青牛村来作恶，活腻了吧？这种泼皮，直接送到官府打80大板，打死算了。赶紧的，该你落棋了。话还没说完，从看棋的人里就走出来几个精壮的汉子，他们3下5除2，就手脚麻利地把下尿了裤子的猴僧拖走。天太热，李正瞧着这群人走远了，一边擦汗，一边和颜悦色的对我身边那个高大汉子说：平义，路修完了，今天你媳妇儿受惊了，快带你媳妇儿回去吧。谁媳妇儿？李正也愣了，用手指指薛平义，又指指我。怎么的？傻了？你媳妇儿啊？等到了家，薛平义急匆匆地进了屋，刻意压低声音问婆婆：娘，咋回事？啥咋回事？这个女子咋回事？嘿，这是娘给你娶的媳妇儿啊！你忘了？那天你离家去修路，出门的时候，娘不是问过你要不要媳妇儿吗？当时你笑着说要，这不，媳妇儿就娶回来了，花了1两银子呢。你听娘说啊，这回可不能再让媳妇儿跑了啊！你这新媳妇儿人长得水灵，难得的是做饭还好吃。咱家哪来的银子？跟老王家借的。屋里那母子俩的对话从漏风的窗户纸洞里不时飘出来，我只当没听见。打水洗了脸之后，就开始准备晚饭。被那个猴三一闹腾，我后晌捞的鱼糟蹋了一大半。幸亏老母鸡们今天多下了2个蛋，要不然还真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乡下炊烟四起的时候，老四平俊闻着饭味回来了。二嫂，是不是今天看见二哥回来了，你才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？看见炕桌上摆着清炖小河鲜，平俊的口水都快流到脚丫子上了。我脸一红，瞪了他一眼。别瞎说，快吃吧。老二，多吃点儿，这些日子修路累坏了吧？累啥呀？那点活轻飘飘的。不累就好。老二媳妇儿
一会儿就把被褥从我屋里搬厢房去。薛平义被鱼刺卡住嗓子了，好一阵咳嗽才缓过劲来。娘，你说啥呢？娘说的都是好话。你都21了，连个孩子都没有。薛平义的脸又黑又红，他用眼神躲躲闪闪的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平俊，带着几分无奈的说：“当着老疙瘩说这干啥？”平俊正拼命嗦着小野鱼，我是聋子，我啥也听不见。我闻言无语。薛家人能处，这是真不把我当外人啊！弯月高悬在枝头，我推开窗户，清甜的庄稼气息让人沉醉。等我把被褥在厢房的炕上铺好，冲完凉的薛平义拿着一块湿汗巾进了屋。敷敷脸吧。我接过来，龇牙咧嘴的敷在脸上。哎呦，真疼啊！这该挨千刀的侯三，活该他被揍成一条死狗。我知道自己长得俊，但再俊，要是半张脸又红又肿，那肯定也是不好看的。但眼前的薛平义挺好看的，不是那种眉清目秀的好看，是身材健壮、肌肉分明、眉目硬朗的那种好看。要不然也不能一拳就把侯三打趴下。敷完脸，厢房里2个初次见面的男女坐在炕沿上，相对无言。沉默了许久，薛平义突然把蜡烛吹灭了，我吓得一激灵。你吹灯干啥？蜡烛太贵，省着点儿。哦，对，是该省着点儿。这按理说，咱俩是签了婚书的夫妻，但是对不住，其实我在修路的时候受了伤，以后恐怕要慢待你了。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，我惊呼道：“你受伤了！”薛平义又是一阵无语。睡吧。他脱了鞋上了炕，自顾自地和衣躺下。我讪讪地睡在炕头，发觉脸烫得厉害，但今天受了惊吓，确实精神不太好，胡思乱想了一会儿也就睡了。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薛平义就去了田里割麦子。庄稼人的饭食简单，绿豆粥配着小咸菜就是美美的一顿。伺候婆婆吃过饭后，我把昨晚剩下的几张小米饼热了热，带上斗笠就去田里送饭。薛家有3亩麦地，这点活都不够薛平义一个人干的。等我到了田里，他已经割了将近1亩地。二哥，吃饭了。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，索性我就叫他二哥，这样既不显得生疏，也不会显得太亲昵。关键是我能叫得出口。薛平义在麦田里听见声音，站起身来，远远的手里不知拿着什么东西走了过来。给你。鸟蛋，哪儿来的？割麦子的时候发现的。我喜滋滋的接过装着4、5个鸟蛋的小鸟窝。麦田里还有这有，还有大青虫、兔子，有时候还有蛇。欢欢喜喜的把鸟窝放到一边，我解开包袱，拿出小瓮给他倒了一碗绿豆粥。来，喝碗绿豆粥，早上用井水冰好的，凉丝丝的，大太阳底下喝着正好。你吃着，我替你割麦子。在刘家的时候，我是在小厨房里做饭的婢女，还从来没割过麦子。眼前麦田金黄，麦浪一层一层的，我觉得新鲜，于是拿起镰刀就去割麦子，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。你歇着，我自己来。他的手劲真大，只一攥，我白净的手腕就红了。哎呦！手一松，他脸上浮起一丝愧色。闲不住的话，你捡麦穗吧。地里割好的麦子都被他扎成了结实的麦捆，但还有一些掉落的麦穗丢在地里，怪可惜的。于是我就拎着个篮子捡起了麦穗。到了正午，他推着一大车的麦捆，我拎着篮子和一只晕死过去的兔子，一起高高兴兴地回了家。家里一个面容清秀、书生模样的少年郎正在扫地，一见到我，他很恭敬地给我行了个礼。二嫂，你是评理吧？今天怎么回来了？书院放了2天麦收假。那你有口福了，今天你二哥在麦田里摸了几个鸟蛋，还逮到了一只兔子。二嫂辛苦了。我有点受不了这个秀才小叔子的客气劲儿，3步并作2步的进了灶房。是你二哥辛苦。大锅里的水正开着，薛平义麻利的把兔子收拾干净。我做了一锅香喷喷的红烧兔肉和贴的杂豆饼。饭桌上，薛家又是一阵风卷残云。等吃饱喝足，婆婆问评理：“三儿，下个月书院夫子的学费是不是该交了？”娘，您放心，前几天县里补贴了一些，我再多抄几本书就够了。那怎么行？眼睛还不得抄瞎了？唉，明天娘再去老王家借点儿。老王家很有钱吗？王家是咱们青牛村的大财主，他家以前比咱家还穷，不过这些年靠卖油泼面、开馄饨铺子发了家，还盖了3进的大院子，那院子比镇上的大户人家阔绰多了。
我最听不得财主这2个字，一听就浑身难受。财主都是黑心肝的，跟他家借钱不得要5分利啊！老二媳妇儿别瞎说，老王家可都是好人。那年闹瘟疫的时候，要不是王家，我老婆子早就进棺材了。还有你男人，那也是人家二丫头用针扎好的。再说了，人家心眼儿好，借钱从来没收过利息。世上还有这样的好人家。不过娘啊，俗话说救急不救穷，咱家也不能总靠借钱过日子吧。唉，婆婆也发愁。说的是啊，谁家过日子不想有个奔头，可没门路啊。夜里趁着淡淡的月光，我和薛平义聊起了午饭时的话题。其实原先薛家也不穷，家里有5亩地，公公曾经是读书人，农忙的时候种地，农闲的时候就教村里的小孩子认字，逢年过节写写春联，日子也能过得去。但前几年公公病了，为了给他治病，家里不仅花光了积蓄，卖了2亩地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为了还债，婆婆日夜不停地给人补衣裳，补得眼睛都半瞎了。公公去世后，平里又进了书院，家里的日子从此就更难了。虽说他是个秀才，县里每月多少会补贴一些，但书生的花销也大，笔墨纸砚都贵得很，游学交往更是花钱。再加上婆婆的身子也时不时要喝药，所以家里如今全靠那3亩地和薛平义去镇上干苦力撑着。但干苦力能挣几个铜钱，顾了头就顾不了腚。平里每月要交1两银子的学费，虽然他有空就替人抄书润饼，挣点零钱，但要是因此耽误了乡试，那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？王家能靠做生意发家，其实咱家也可以试试。我也常琢磨，可王家大丫头秀华会做油泼面，我却只会卖苦力气。你不会，我会啊！你会？对，我会做豆腐。夜色中，薛平义也坐了起来。做豆腐本钱大不大？现在镇上1斗黄豆是20文钱。从庄户人家手里收，兴许还能便宜点儿。1斗黄豆大概能出50斤豆腐，每斤咱们按2文钱卖，也可以用黄豆换。我估摸着一整年下来，不说吃香的喝辣的，起码能让平里安心读书。本钱不大，我有一个银簪子，你明天去镇上当了，兴许能够。这怎么行？你自己的簪子好好留着。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，我却心直口快地说：这没啥，就当我谢你的救命之恩了。窗外知了的叫声此起彼伏，一阵比一阵热闹。淡淡的月光下，薛平义又重新躺下，半晌没再出声。就在我以为他要睡着的时候，他却又开口了：本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薛平义的办法居然还是去老王家借钱。二嫂，庄稼人就是这样，七拐八绕的都沾亲带故，互相麻烦才能走得更近。前些年二哥没少去帮王二舅家种地和盖房子，秀华姐成亲那天，连我还去帮忙烧火了呢。看见我一副惊讶的样子，平俊蹲在地上，一边边蝈蝈笼子，一边嬉皮笑脸的宽慰我。那行，二哥等等我，我也去。早饭后，薛平义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，拿着一包干蘑菇准备去老王家。临出门前，我及时追上了他。一起去也好。老王家在村西头，青砖灰瓦，高门大院，大房子看起来气派极了。但推门进院之后，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副绿油油的大葱和一架架开着黄色小花的黄瓜。一个穿着灰色粗布衣服的老太太正蹲在黄瓜架旁边薅草呢。叔娘，平义来啦！哟，是你媳妇儿，老天爷太俊太水灵了，别是仙女下凡的吧？我对这个性格爽快的老太太印象极好。叔婆安好，我娘家姓赵，您叫我柳儿就行。好，好，好，说话也伶俐，快到屋里坐。王家叔婆热情地把我们请到屋里。来，一路走累了吧？快抓些果子舔舔嘴。叔婆，平义也不跟您藏着掖着了，我们今天来是想跟您借点本钱，做个豆腐买卖。早该如此，要是前几年就琢磨着做点生意。你娘怎么会补衣裳，把眼睛糟践成这样？就是又要到您面前讨没脸了。说的什么见外的话？你娘以前常帮我家改衣裳，你爹活着的时候，
每到过年也没少给我家写春联。这是秀华不在，如果她在，还可以给你们说说这生意的门道呢。唉，秀华又去京城了。京城她大姑姐想2个双胞胎侄子，谁想到她这刚到京城就又怀上了。她大姑姐怕折腾，不让她回村儿。说着话，叔婆从柜子里取出5吊钱和一块崭新的花布。这钱你们先拿着，不够了再来找叔婆。这块布是给柳儿的，做棉袄面或者罩衫都好，就当是叔婆给的见面礼啦。我哪肯收呢？起身就要推辞，可谁想到王家叔婆竟然比我还眼疾手快。亲戚里道的，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跟叔婆可不能见外呀。薛平义干活是一把好手，没过2天麦子就都割完了。一时间，薛家的小院里搭起了高高的麦垛。平俊调皮，傍晚非要爬到麦垛上去躺着，我笑他。你也不嫌扎得慌，那麦芒多扎人啊！可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我皮糙肉厚，扎不透。接连几天的碾麦子、养场、种地之后，夏忙终于接近了尾声。而我则开始做豆腐，靠着王家叔婆借的那5吊钱，我很快就把磨盘、豆腐箱、纱布、盐卤这些东西都备齐了。等一切都准备好之后，我和薛平义提前把豆子用水泡上，然后半夜就开了工。刘家主母嘴很刁，尤其喜欢吃新鲜水嫩的豆腐，而且她矫情得很，总觉得从街上买来的不干净，非要吃小厨房里现做的。所以我做豆腐非常得心应手，磨豆子、绿豆渣、煮豆浆、加卤水，装进豆腐箱，压成形。等到太阳高高挂起的时候，2箱白如凝脂的嫩豆腐就做好了。看见院子里的小葱清脆可爱，我拔了2根做了一盘小葱拌豆腐。第一口先让婆婆尝，婆婆颤巍巍的用筷子夹了一口放进嘴里，当时就高兴的脑门上的皱纹更深了。嫩啊，甜啊，香啊！老二媳妇儿，你做的这个豆腐也太好吃了些。娘，那您说这生意能行不？能行。对了，昨天村里的刘老汉去世了，今天发丧。老二，你拿几块豆腐送过去给主事的人，如果人手不够，就顺便跟着帮帮忙，也算是咱们相邻一场，尽点心意。娘，也没看见刘家人来报丧啊。婆婆正色道：红事不请不到，白事不请自来，这是咱们庄稼人的老规矩。我从小就到了刘家做婢女，自然是不懂这些乡下规矩的。乍这么一听，还眼眶一热，觉得庄稼人真是有人情味。于是我麻利的从豆腐箱里捡了10来块豆腐，用纱布包好，小心翼翼地递给薛平义。咱虽然穷，但别小气，多拿2块吧。薛平义悠悠地看了我一眼，笑着拎着豆腐包走了。没过1炷香的功夫，他又回来了。娘，刘家收了豆腐，给了1条麻绳，我看那里不缺人手，就回来了。现在天热，我这就去镇上卖豆腐。金牛村到青山镇有10几里路，薛平义用扁担挑着2箱豆腐走了。他一走，我就开始趁着好太阳浆洗家里的枕头和被褥。马上要到7月了，山里的暑气越来越重，晾在绳子上的枕褥不到2个时辰就干了。我抽空还给婆婆用篦子篦了头，做了一锅绿豆粥。篦头的时候，婆婆躲躲闪闪的，还有点不好意思。娘，您躲什么？我自己篦，我来帮您。我之前对你不好。我被婆婆那尴尬的神情逗得捧腹大笑。您对我挺好的，王家叔婆说了，您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别的不敢说，我做人还算凑合。神出鬼没的平俊又不知从哪里钻回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个精巧的蝈蝈笼子。在哪儿买的？还挺好看的。我用麦秸编的。真是你编的？那还有假？蒲扇、柳筐、鱼篓、篮子、笼子，我都会编。说着话，薛平义挑着担子进了家门，看他的神情就知道生意不错。居然把豆腐都卖光了，今天卖了56文钱，还收了一大袋豆子。买到的人都夸咱家的豆腐鲜嫩，去晚的人都没买到。真的？婆婆坐在炕上，伸着脖子问，激动的脸都红了。薛平义把铜钱袋放到婆婆手里，你摸摸。婆婆摸来摸去不过瘾，掏出铜钱就往嘴里放。哟，娘，那多脏啊！婆婆当时又想哭又想笑。要是早几年也琢磨着做点小买卖，你公公没准就不会死了。提到去世的公公，薛平义也红了眼眶。等赚了钱，
我再去镇上抓几副草药给您治眼睛。我平时最见不得年纪大的人掉眼泪，因此赶紧安慰婆婆。娘，您放心吧，以后咱家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。对了，我听说咱们村里有个田老头会针灸，改天我去问问。可不行啊，那田老头比我还瞎呢。这么一打岔，总算把屋里的悲伤气氛给搅散了。因为尝到了卖豆腐的甜头，薛平一干劲十足，当时就决定再多泡一道豆子。我自然是愿意的，于是早早的把豆子泡上，早早的吹了蜡烛。第二天不等鸡叫，我俩就顶着星光起床做豆腐。鸡叫了一声的时候，婆婆也睡不着了，她摸索着来到拥挤杂乱的灶房，伸手递给我一个香甜的山桃。老二媳妇儿，吃个桃吧，怪累的哩。我用手抹了抹鬓角的汗水，笑嘻嘻的把桃接过来塞进嘴里。娘，您舍得给我吃桃啦？婆婆的炕上有一个锁着的炕柜，柜子里也不知藏着什么好东西。我之前见过她把自己舍不得吃的桃锁在柜子里，趁人不注意偷偷拿给平俊吃。穷家养骄子，慈母爱幺儿，婆婆她对平俊这个宝贝老疙瘩可娇了。只是没想到今天她老人家居然也娇起我来了。我这么一打趣，婆婆又抿着嘴不好意思起来。不过她一向刀子嘴，明明是好心好话，说出来却很不好听。吃吧，吃完还有。这不是怕你饿死吗？娘，瞧您说的。婆婆悻悻地转身走了，薛平义满脸愧色地看着我。我娘说话不周到，我替她给你赔不是。我捋着豆渣，听了这话身子一怔，随即大声笑了。说的什么话呢？我压根儿没往心里去。前几天娘对我确有成见，但现在她在学着对我好，我心里有数。薛平义仍不放心。你当真不介意？我进薛家过的不是半子，是日子。过半子那就有的生气了，一言不合，一事不随心，都能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，最终搞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都不是稀罕事儿。但过日子就得互相担待，互相周全。娘不会说好话，可我也有做事不妥当的时候，谁也别挑谁。再说了，你不能光听人说了什么，也得看人做了什么。我在刘家做婢女的时候，刘家主母是个笑面虎，可她打人、坑人、卖人，那心可黑着呢。要不是我到底还年轻，也不至于被那个笑面婆子蒙蔽，受了委屈傻乎乎的跑到她面前去告状。幸好薛家名声虽然不好，却人人都有好心肠，不然的话，我这辈子可就真掉进泥坑爬不出来了。想到以前那些肮脏事，我不禁悲从中来，一边做豆腐一边心寒起来。看见我眼睛里隐隐有泪光，薛平义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。淡淡的晨光中，他看了我很久，几番欲言又止，最后只坚定地说了一句：“你放心。”哈，我还以为他酝酿了一盏茶的功夫，能说出一番能惊动老天爷的大道理呢，谁想到就只等来一句“你放心”。唉，果然对乡下的糙汉子不能有过高的期待啊。等做完豆腐，太阳也升起来了，婆婆早就煮好了杂豆粥，吃完喝完，我累得浑身湿透。二嫂，我给你编的，你看稀罕不？我惊喜地接过来，立即挥着扇子猛摇了几下。老天爷啊！顿时身上就凉快多了。该说不说，平俊虽然是个男孩子，可手比大姑娘的还巧。就拿这把扇子来说，边缘光滑，包角精致，还透着隐隐的麦香。如果拿到镇上去卖，肯定有图新鲜的富人小姐们喜欢。平俊啊，我看你不喜欢读书，也不喜欢干农活，你以后想做个啥？平俊挠挠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就愿意闲逛瞎鼓捣。逛什么？鼓捣什么？就是四处闲逛，看见新鲜东西就想自己动手鼓捣鼓捣。”那好啊，家里快没油了，我想让你二哥上山抓点活物，熬点油。你看你能鼓捣个顺手的叉子不？先说好了啊，咱家没钱，你得自己想招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二嫂你瞧好吧。这家伙一向好吃懒做的半大小子终于挺起腰板来了，打心底里神气起来了。有用处了哈！今天做了4香豆腐，吃过饭，薛平义挑着担子又去了镇上，而我把灶房收拾干净就上了山。金牛村四周都是山，山坡上的果园里种着很多果树，背阴的山坡上长着很多蒲公英、马齿苋之类的野菜。没一会儿，我就挖了整整2大篮子。我把野菜拿回家的时候，薛平义还没回来，于是我又拿着鱼篓去河边捞了点小鱼小虾。早晨做豆腐的时候剩下些豆渣，我把豆渣、杂面和洗净切碎的马齿苋搅和在一起，做了一锅马齿苋窝头。
等马齿苋窝头摆上了桌，薛平义也挑着担子回来了。今天卖了100多文，收了20多斤豆子，剩的4、5块豆腐，路过王家时给叔婆了。叔婆追着死活要给钱，我不收，她就硬塞给我一块腊肉。看着担子里那块又长又肥的腊肉，我当即气笑了。硬塞你就收了？叔婆说如果不收，下次就不许我登门。哎呀，到青牛村快1个月了，我才发现前10几年我在刘家算是白活了。原来跟富贵相比，淳朴的民风、热情的帮助和卯足了劲头要过红火日子的心气，才是真正的过日子。夜里，薛平义冲完凉进屋以后，红着脸拿出一支木簪递给我。我今天在镇上看见有人卖这个，就买了。簪子多少钱？怎么乱花钱呢？6文钱，给你花，不算乱花。烛光下，我摸着木簪头上那拙朴的桃花，真是越摸越喜欢。天底下哪有不喜欢珠宝首饰的女子呢？在刘家的时候，我曾偷偷攒了好几年的钱买过一个银簪子，但却不敢天天戴着，生怕平白无故给自己招惹麻烦。可现在却有男人主动送我簪子，虽然不值什么钱，却足够让我心花怒放，消除一身的疲惫了。我咧着嘴把木簪插在了鬓角，家里没有镜子，我就到水缸前面，映着水影喜滋滋的左看右看。好看的。薛平义在一旁端着蜡烛灯，把脸扭到一边，不好意思看我。他虽然故意保持着平静，话里却有掩饰不住的欢喜。你都没看我，怎么就说好看？真好看，叔母不是给了你一块花布吗？你闲着的时候做件衣裳穿上，肯定更好看。那块花布，我打算给娘做枕头面。娘平时枕的那个枕头，都是补丁，怪不像样的。还是给你自己做身新衣服吧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会多做些豆腐，绝不会让你在银钱上受委屈。从那天起，他早起晚睡，每天能卖出5、6箱豆腐，镇上卖不完，他就挑着担子到附近的几个村子去吆喝，除去成本，到了8月底，居然每天能赚将近100文钱。不过就是太辛苦了点。我看着盛夏还没过去，他整个人好像都瘦了一圈似的，我有点心疼他，于是在吃的上面更加用心，而且把家里有油水的东西都省给他吃，生怕他把身体累坏了。可他每次都把碗里的腊肉和鲜夹给我。你身体弱，多补补，我一个大男人没事的。除了他，平俊也让我很惊喜。我让他做个打猎用的木叉，他却一口气做出了好几个玩意儿。这是牛角叉，这是3头叉，这是流星锤，这是飞弹弓。连平时在小弟面前有点严肃的薛平义都不由得吃了一惊。你是咋琢磨出来的？我瞎逛的时候见过，就顺手做出来了呗。二哥，咱们上山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薛平义也是个痛快人，二话不说就带着平俊上了山。2个时辰以后，兄弟俩扛着一袋子猎物回了家。我打开袋子一看，嚯，4只野兔，6只野鸡，7、8只不知叫什么名字的肥鸟，收获真不小呢。兔子肥肉少，我打算做成风干肉。野鸡脂肪厚，用来炼鸡油是再好不过的了。至于那些鸟，就随他们哥俩处置吧，烧着吃、烤着吃都行。估计那都不够平静塞牙缝的。平里放月假回家的时候，看见家里的变化，满是书生气的脸上露出了万般的惊讶。婆婆美滋滋地坐在炕头，摸着我新给她做的花布枕头说：“这都亏了你二嫂。”辛苦二嫂。平里什么都好，就是这动不动就给人行礼的习惯，实在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没别的，觉得见外，所以我很不自然地朝她摆摆手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下个月的学费已经攒够了，你以后就安心读书，别再替人抄书耽误学业了。平里一愣，扭头看他娘，婆婆忙着稀罕新枕头，顾不上她。他又看他二哥，他二哥忙着做豆腐，更没空搭理他。无奈，他只能用眼神向他4弟询问：“是真的，二嫂还要把我送到镇上跟张木匠学手艺呢，以后我就和你一样住镇上了。”学手艺的费用够吗？张木匠包吃包住，不过等我学成了，得给他白干3年木匠活。平里感动了，他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，郑重地递到我手里。二嫂以后不必再为我的学费操心了。前几天的巡考，我拿了第1名，校院不仅免了我1年的费用，还发了5两高火钱。这银子留在家里，二嫂看着添置东西就行。一时间，屋里所有的人都惊呆了。什么？5两高火费？这书院也太阔气了吧！出手竟然这么大方。书院的高火钱是从几年前才开始有的，听说是京城的大户人家资助的。王二舅家的那个干儿子是书院第1个拿高火钱的学子。哦，我知道他，王岑安嘛。
小时候我背地里说他坏话，他那个疯疯癫癫的妹妹还拿棍子打我来着。他不是中了举回京城了吗？是，他是翠墨书院最优秀的学生。二哥你也不差，咱这十里八村像你这么年轻的秀才能有几个？先胖不算胖，后胖压倒炕。三儿，你爹活着的时候常夸你脑子灵，主意正。放心，你肯定行。娘，还得是您啊，您是咱家的主心骨，这银子您收好。谁有闲心做过路财神，谁当家谁操心。以后我可懒得操心了。婆婆明明脸上美滋滋的，可却故意嗔怪着把银子推给我。我有点犹豫，刚进门2个多月就做当家的媳妇，乡下人嘴杂，会不会平白无故招来闲话？但抬头迎上全家人热切期待的目光，这点犹豫便立刻烟消云散了。关起门来自家过日子，谁管得着谁？薛家人的脑子都很灵活，薛平义虽然认字不多，但胜在踏实肯干，一向是个挑大梁的。如今家里的豆腐生意，他自己就能打理得很好，所以我琢磨着再多买几亩坡地种桃树。谁想到我刚一提出买地的主意，薛平义就说：“咱家另外有2亩山坡桃林，不过桃子不顶雾，还很容易烂，种着没劲头。把桃子做成桃干桃脯，不就好储存了吗？桃仁也可以做成桃仁羹，镇上1碗桃仁羹也能卖好几文钱呢。而且我尝着咱青牛村的桃子比一般市面上卖的都要甜。咱青牛村原先有好几个石灰窑呢，听说坡地的土层里掺着石灰，所以咱们这儿长出来的桃子是独一份的甜。唉，就是山路不好走，这东西存不住，也就每年吃个新鲜。越说我越心动了。娘，我想再买2亩试试。买地我不反对，要不你还是买庄稼地吧。娘，您信我，买坡地吧。别问我了，你有能耐你说了算。青牛村山坡上的桃树地果然比山下的庄稼地便宜，3两银子就能买2亩。既然婆婆都这么说了，我就硬着头皮坚持买了2亩山坡地。薛平义也从镇上带回来好消息，镇上卖肉的刘嬷带我去了几家相熟的饭馆酒楼，咱家的豆腐香嫩爽滑，独此一份。现在已经有3家跟咱订了豆腐，每天能多挣6、7、10文呢。哪个刘伯？说起刘伯，拐着弯的咱们2家还沾亲带故。他有个闺女，嫁给了王家叔婆的外孙子。看来还是庄稼人有人情味儿啊。今天双喜临门，咱们得庆祝一下吧。薛平义看着我手舞足蹈的样子，忍不住微微翘起了嘴角。他从担子里拎出一副猪下水，在我眼前晃了晃。今晚加菜。可能是我眼花了，也可能是我想多了，我怎么还从这个糙汉子的脸上看出了一点宠溺的神色呢？当天晚上，我在灶房里一阵忙活，做了一桌子比过年还丰盛的菜。婆婆还高高兴兴的让平俊去隔壁村酿酒的人家买了2壶浊酒。平里回书院了，平俊过2天也要去张木匠家做学徒，这顿饭算是给平俊践行。屋里闷热，我把炕桌摆在了院子里的黄瓜架旁边，一家人围着桌子坐下，准备美美的吃一顿家宴。可谁想到，大家还没动筷子，就看见一辆马车停在了大门外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绛红色外袍的瘦老头抬腿跳下了车，探着头，贼眉鼠眼的往院子里一个劲儿的张望。薛平义站起身，沉声问了一句：“谁？”半黄半灰的夜色里，那老头眼尖，竟然一眼就瞧见了我。就这么一眼，他就咧着嘴嚎啕大哭起来，把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。而且他还一边哭一边朝我扑过来，脸上鼻涕眼泪一大把。是柳儿，柳儿，爹的好闺女啊！爹！眼看着瘦老头就要抱住我了，薛平义眼疾手快把我拽到身后，然后伸出另一只手，一把揪住了老头的衣领。你这个后生拽我老汉干什么？我是来认闺女的，我不认识你，你是谁？我躲在薛平义身后，使劲打量着这个自称是我爹的瘦老头，真心觉得他是假冒的。我是柳叶眉，他是扫帚眉；我是丹凤眼，他是死鱼眼；我是樱桃小口，他是血盆大口。这说出大天来，他也不能是我爹啊！瘦老头看见我一副见了鬼的样子，当时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。我赵元宝是你赵柳儿的爹，怎么的？你一点都不记得了？我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我8岁就被卖掉，现在已经过了10年，就算他真是我爹，我也没什么印象。何况我看他浑身打扮得很不靠谱，倒像个人贩子。但我爹的名字还真叫赵元宝。见我还是不信，气急败坏的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布条。这是当年爹跟刘嘉丽的字据，这总不能作假吧？这个院子里除了薛平义认识几个字，
其余的都是睁眼瞎。怀疑的接过他手里的布条，仔细看了看。很快，他转过身对我点了点头。我的脑子顿时就懵了，难道这还真是那个用我换了800文钱的爹？哎呦，是亲家公来了！老儿愣着干什么？快请你岳父上座呀！要不说婆婆是薛家的主心骨呢。在我和薛平义还在发愣的时候，他老人家已经迅速换上了一张热情洋溢的笑脸招呼客人了。薛平义一愣，立即也醒过味儿来。岳父，请上座。哼，喊谁岳父呢？别拽我！别拽我！喝什么酒啊？喝！我不喝。哎，还挺香啊，这酒。行吧，赏你们个面子。平俊是个机灵鬼，他知道他二哥平时最是正经，不会那套虚头巴脑的劲儿，所以嬉皮笑脸的使劲拽住老头的袖子不放，死死的把他按在了炕桌前。老头一看就是个酒鬼，闻见酒味当时就有点迈不动腿，于是半推半就地也就不走了。薛平义不太会说客套话，但是他酒量很好。几大碗浊酒下肚，老头的舌头打结了，话匣子算是打开了。哎，要不是活不下去了，谁愿意卖闺女？可那年大旱啊，我一个死了老婆的光棍养不起孩子，卖出去孩子还能有口饭吃，不是吗？什么？问我怎么发达的？这事儿说起来怪没脸的。有一年我捡了个小娘子的掺子，谁想到被她男人误会，暴打了一顿，打断了我好几根骨头，打我不能白打，对不对？我就讹不是，他家赔了我10两银子，我用那10两银子包了一个破山头，你们说巧不巧？那破山头居然有矿！柳儿从小没娘，给人做了10几年婢女，还差点被那个姓刘的老混蛋糟蹋了，命苦啊！柳儿，你放心，以后有爹在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，给你找个好人家。我坐在赵元宝对面，听着他一会儿抹泪，一会儿傻笑胡言乱语，整个人臊的就差钻老鼠洞里去了。爹，你胡说啥呢？我已经嫁人了。哦，对，我闺女嫁你了是不？行，看你喝酒够量，不算孬，日后咱哥俩好好处。老天爷啊，饶了我吧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爹呀？赵元宝喝得烂醉如泥，当晚就留在薛家跟平君一起睡。厢房里，薛平义迟迟不肯躺下，几次对我欲言又止，我脸上火辣辣的，心里也很是不安。但我是个藏不住话的性子。那个刘财主确实对我没安好心，不过我相信你。他斩钉截铁地打断了我的话，让我乱七八糟的心就像万千线头被一刀剪断，突然就顺溜舒坦了。从你坚持要送侯三去衙门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贞烈的好姑娘。我的脸一时更烫了，浑身都烧了起来。也没那么好。你为什么今天往死里灌赵元宝？不把他灌得迷迷糊糊，怎么套他的真话？万一他拿的卖身契是假的呢？看不出来，你心眼还挺多。还是谨慎点好。不过听他说的那些话，他应该真是你爹。你怨不怨他？以后怎么打算？唉，谈不上怨恨，也谈不上亲近。毕竟我对他也没什么印象，以后就当个普通亲戚相处吧。虽然他在大旱之年把我卖了，但他有句话说的不错，当年他一个不着调的官夫带着一个小丫头过日子，如果不卖我，恐怕也得把我饿死。毕竟当时饿死的人不在少数。这天底下有些事儿是不能较真的，还能怎么的？稀里糊涂的过吧。第二天清晨，赵元宝酒醒了以后，神秘兮兮地把我拽到黄瓜架下。柳儿啊，这是50两银票，你藏好了，可千万不能让你婆家人知道啊。虽然昨晚爹故意装醉，听见他们对你还算不错，但人心隔肚皮，你可得长个心眼儿。你昨天是装醉的？爹不装醉，说些胡话，怎么让他们放下戒心？我真是无语透顶，这世道还能不能行了？怎么到处都是聪明人，就只有我心眼实诚的跟个傻子似的。赵元宝昨天吹牛了，他包下的破山头确实有个小矿，但并不怎么值钱。现在他把矿卖了200两，准备在青山镇重新找点生意做。他的银子我自然不愿意收，可就在推让的时，我却猛然想起点小时候的事来。当然，即便想起来也是模模糊糊的。我只是隐约好像记得他挺好色的，200两留着养老绰绰有余。可万一被他拿去逛花楼，想到这儿，我立刻改变了主意，赶紧接过银票揣进怀里。剩下的银子呢？你藏哪儿了？赵元宝一愣，手又往怀里掏。自然是随身带着，我怕丢了。
我眼疾手快，一把把他怀里所有的银票都抢了过来。你欠我的，知道吧？你也看见了，我婆家太穷，我男人靠卖豆腐能挣几个钱？这样吧，这些银子我先都收着，用不完再还你，你看怎么样？听了这话，老头耷拉着扫帚眉，都快哭了。柳儿，你怎么是这种人呢？我问你，你又娶妻生子了没有？没，就只跟寡妇有过一段风流事。那就是说，以后你得赖着我给你养老。可你还没认我呢。爹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赵元宝听见这声爹，高兴得差点冒鼻涕泡。定了。可是柳儿，你得先给爹20两，爹得去镇上买个房子落脚。这还不简单？你女婿每天都得去镇上卖豆腐，我让他帮你直接定就行。唉，老头叹口气，扭头走了，边走还边小声嘀咕：我赵元宝做了一辈子卑鄙小人了，怎么生个闺女比我还损？早上薛平义做了5香豆腐，赵元宝吃过早饭，闲着没事就撇着嘴数落女婿。一看你就是个死心眼儿的，就这么点豆腐，几家酒楼就分完了，还用走街串巷去吆喝？岳父说的对，你该建个作坊，雇人来干磨豆子、煮豆浆这些粗活，可不能只使唤我闺女。小婿遵命。做生意你还嫩着呢，还请岳父多指教。一早晨在我这受的嫌弃，总算是在低眉顺眼的女婿身上撒出来了。我的老家在燕州清水镇，离青山镇40里地。我爹赵元宝是村里出了名的闲汉逛鬼，但这个逛鬼偏偏长着一副好嘴，当年居然忽悠着10里8村最好看的姑娘嫁给了他。只不过我娘命苦，成亲4、5年就病死了，只留下我爹和我2个人过日子。因为我家已经没有近亲，零星几个远亲也都烦他烦得要命，所以这次我爹铁了心要扎根在青山镇。薛平义做事得力，没出2天就花了15两银子替他找了一处好宅院。那宅院不大，在镇子边上，赶着马车只要2盏茶的功夫就能到青牛村。我爹倒也不含糊，只在青山镇逛了1天，就替薛家每天多订出去3箱豆腐。吃过晚饭，水井旁边，薛平义打水，我用丝瓜瓤刷碗，他忍不住笑着对我说：想不到你爹真挺厉害。这就叫猫有猫道，狗有狗道。哼，怎么这么说自己的爹？对了，今天刘财主家失火了，烧了10几间房子，听说还伤了人。我一愣，你的意思是我爹赵元宝干的？第2天，赵元宝赶着马车又来了薛家，他眉开眼笑，红光满面，一看就像是干了什么坏事得逞了似的。我悄悄把他拉到一边：刘家的大火是你放的？哼，是我。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不怕衙门抓你？切，抓我干什么？我只是给了街上一个小叫华子几个白馒头，让他给刘家找点麻烦。就算抓，也是抓小叫华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就不怕小叫花子把你供出来？我乔装打扮了，他认识我是谁。闺女，你放心，你爹我别的本事没有，阴招损招有的是。欺负我闺女，呸！整死他！实在是愁得慌。果然不靠谱的人，到死他也靠不了补啊。赵元宝这次来是跟我拿钱的，他看好了镇上的一个铺面，想买下来开个小饭馆。不光是饭馆，以后你们就只管做豆腐，我派车往酒楼和大户人家送，有的忙呢。该说不说，我爹的脑子还是挺好使的，而且他惯会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来到青山镇不久，就结交了一群3教九流的酒友。9月中旬，客场来小饭馆正式开张。开张当天，客人像云一样多。他穿着绛红色外衫和锦色小帽，在饭馆里欢天喜地地转来转去，见人就作揖，开口就是吉祥话，把客人们个个捧得差点要飘上天。那天有一桌客人图新鲜，点了一份8碟豆腐拼盘，等那个2尺见方的雕花木盒端上来，客人们当时就被香味迷住了。只见木盒里错落有致地摆着8碟菜，鲜嫩滑得像凝脂一样。掌柜的，这豆腐是在哪个摊子买的？不瞒您说，这豆腐是我们店里自己做的。贵人您要是喜欢，改天我让伙计给您府上送过去。妥。掌柜的，给我们也来一份豆腐拼盘。好嘞，您稍等。掌柜的，这桌也要。万万没想到，凭着我爹的能说会道和厨子的好手艺，开张第1天，小饭馆净赚3两银子，豆腐切了整整3箱。打烊的时候，过来帮忙的薛平义看着账本，
惊得目瞪口呆。爹做生意真是有一套，唉，比我强多了。我看着他那羡慕的眼神，扑哧一声笑了，忍不住开口安慰他：“你也有你的长处，说来听听。”你力气大，肯干，拳头硬。薛平义的鼻子差点当场气歪了。就这，我齐了，这还不够？一拳就能把坏人打趴下，这多有男人味儿啊！他怎么还不知足？我好像把薛平义给得罪了，因为整个晚上他都没理我。我给他递汗巾擦脸，他也只是用鼻子朝我哼了一声，擦完脸就翻身自己睡了。月明星稀，孤男寡女。忽然起了一阵风，咣当一声，好像院子里的什么东西被吹倒了。薛平义噌地坐起身来，下炕到屋外看了看。不一会儿，他进屋脱了鞋，重新上炕，爬到了我身边。他点上了蜡烛，没良心的，给你。把一块不知包着什么东西的白布递给了我。我揉着眼睛接过来，打开，竟然是一副纯银的耳坠。给我买的。烛光下，我傻乎乎的咧嘴笑了，伸手把耳坠戴在耳朵上，美滋滋的左右晃了晃，顺便嗔怪他怎么又乱花钱。你记住，我还有一个长处，那就是疼媳妇。一句脱口而出的疼媳妇，说的人和听的人当时都不禁红了脸，尤其是我，一张如花的脸就像被火烫了一样，仿佛下一刻就能滴出殷红的玫瑰汁子来。可要不怎么说我有点缺心眼呢？就在那种干柴烈火浓情蜜意的时刻，我居然突然抖了个大机灵，问出了一句蠢到家的话：你也是这么疼以前那个媳妇儿的吗？薛平义脸色登时由红转黑。不是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我可把自己在刘家遇到的脏事都跟你说了，你就不能对我说点真话？你以前那个媳妇儿为什么跑了？我听人说闲话，是因为平理和平俊趴墙根胡说八道。你觉得三儿和老疙瘩是那种人，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薛平义好像很不愿意提起那个女人，但见我非要问，也只能叹了口气说：我家出了3两彩礼钱娶她进门，可当天晚上她非跟我要10两银子，说怕家里的钱以后都花在三儿身上，我没答应，她就闹，还把我的脸抓花了。娘三儿和老疙瘩听见动静来劝架，她就倒在地上撒泼，说全家都恶心她。后来呢？后来她就骂骂咧咧的拿着包袱跑了。事后我听人说，她已经这么闹过4、5家了。我一阵无语，这是专门骗彩礼钱的吧？在镇上曾听过一个戏闻，说有个风流倜傥的男人专门骗有积蓄的小寡妇，3年内竟然骗了500两银子。后来事情败露，这个骗子被判返还所有钱财，还被打了50大板，坐了好几年牢。好好的一个人，有手有脚，不图勤劳致富，却一心钻营那些歪门邪道去骗人。依我看，就是打死也活该。薛家都穷成这样了，还巴巴的来骗走3两银子。骗走银子倒也罢了，那女人竟然还污蔑2个小叔子，真是混蛋至极。尤其是平理，他可是读书人啊，以后要走仕途的，要是没个好名声可怎么得了？不过这倒是让我捡了个大便宜。薛家人，婆婆心眼热，二哥肯吃苦，平理会读书，平俊有手艺。虽然现在的日子艰难了些，但眼看着日子是越来越好了。客常来小饭馆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。别看我这爹长得挺磕碜，但却有一张好嘴。不管是当官的，还是庄稼汉，还是小媳妇老太太，只要进过小饭馆的门，没有一个人不夸赵掌柜热情的。可笑的是，连刘财主都成了小饭馆的常客。我爹咧着大嘴，一见到刘财主就拍着他的肩膀，跟他称兄道弟，还假惺惺的万般关切。老刘，你家新房盖好了没？你腿上烧伤都这么久了，还没好，怎么还一瘸一拐的？郎中说快好了。那太好了，京城来的秘制桃花酿，整个青山镇只有我这里有，就是价钱稍贵，10两银子一壶。今天你算来着了，不醉不归呀。其实我爹哪有什么秘制桃花酿，那是他自己用浊酒、井水和一些见不得人的香料草末，专门给刘财主兑出来的药酒。这酒香得很，就是喝酒了会伤男人的元气。我嫌我爹的手段太下作了，但他不以为意，还阴狠狠地说：看那个老色种以后还能欺负小姑娘不？你就不担心他找你麻烦？我爹哼了一声，那个老乌龟要是不想成为全镇的笑场，就尽管来找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又怎么知道是我做的？我和他现在可是掏心掏肺的好酒友啊！说实话，我深恨那个刘财主，恨得牙根都痒痒。我爹当初卖我，
是和刘家的管事头子签的契。既然刘财主不认识我爹的真面目，那就算了吧，就当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吧。自从饭馆开张，我家的豆腐就再也不用薛平义挑着担子去镇上卖了。我爹雇了人，每天赶马车来青牛村拉走10几箱豆腐，有3、4箱饭馆自己用，其余的会送到各大酒楼和有钱人家的后厨。因为家里的灶房太小，薛平义在院子里搭了一个棚子，专门用来做豆腐。开始他一个人忙，但到了10月底，他渐渐有点忙不过来了，就请了隔壁的婶子们来帮忙。为什么要请人？其实我就可以啊。乡下10月的天气很凉，炕围也有点冰，我把薛平义的被褥往炕头挪了挪，挪到了我伸手就能够到他的地方。薛平义盖着我为他新做的被子，身心满足又不满足地看了我一眼。你多歇歇，把身体养好。自从他知道我被刘家揍得死去活来，就再也不让我干重活。其实那都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，我觉得我的身体早就没问题了，可他偏不信。女人家身体金贵，而且现在天凉，别大意。怎么说呢？我又发现了薛平义的一个长处，那就是乌鸦嘴。因为没过几天，我就真的受了风寒，躺在滚热的炕头，我盖了2条厚被子，还是觉得从骨子里透着冷。薛平义急了，转身就要去村里请大夫，可婆婆却一把拽住了他。好好的，怎么还发烧了？不会是撞邪了吧？说完，她摸索着从灶房拿来一只装了水的碗和3只筷子，把一只筷子横放在碗口。婆婆拿着另外2只筷子，在我头上画了几个圈。258庄客家369庄客走，冤死的病死的都随筷子来。随后，她试着把那2只筷子立在水里，1遍、2遍、3遍，那筷子居然真的就立住了。唉，这是撞上你太奶了。你太奶以前就总是3灾8脉的身子不好，没事儿，把你太奶送走了，睡一觉就好了啊。薛平义摸着我滚烫的额头，半信半疑。娘，还是请田伯来瞧瞧吧。你们小时候闹病，都是娘给你们戳撞客戳好的。我看见婆婆这么笃定，心倒也安了一大半。可是到了半夜，我却浑身打颤，牙关紧咬，烧得更厉害了。这回薛平义是真急了，穿上衣服摸黑就出了门。村里有位田老头懂医术，听说前些年闹瘟疫的时候救活了不少人。他是个老光棍，原本没儿没女，但后来他收了王叔婆家的2孙女秀莲当徒弟。王家心眼好，盖新房的时候特意给她留了一间屋子给她养老。婆婆摸着我滚烫的身子，一时间也很是害怕。怎么就不见好呢？明明送走了。唉，田老头上了年纪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也不知道肯不肯来。田老头果然没来，来的是他的徒弟王秀莲。秀莲跟我差不多大，是个爽快高挑的姑娘。烛光下，她皱着眉为我把脉开药，随后把一袋银针赫然摆在炕桌上。那银针寒光闪闪，一根根竟然都比手指还长，当时就把我吓得魂不附体。方才不是说喝几副汤药就好吗？就是想告诉你，以后要是不仔细保养身体，这些针就不是摆在桌上，而是扎在你身上。薛平义以前被他扎过，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秀莲，你还是把针收起来吧，怪吓人的。吓人？自己媳妇儿生了病，不说赶紧求医，偏要戳撞客，还有比这更吓人的事儿吗？要是装神弄鬼有用，还要大夫干什么？咱庄稼人一辈一辈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到你这辈儿就得改了。婶儿，您坐着，我给您瞧瞧眼睛。啊，真能看好？试试。听说还有的治，婆婆激动的嘴角都抽抽了。秀莲俯下身来，扒开她的眼睛，仔细检查了一番，然后拔出几根银针，麻利的扎在婆婆头发间和眼睛周围的几个穴位上。婆婆坐在炕上，疼得一激灵。哎呦！老天爷，我一定把身体养好。薛平义不忍心看像刺猬一样的婆婆，扭过头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这回听话了吧？婆婆这双眼睛不太可能恢复的原来一样，毕竟伤了就是伤了，但恢复个6、7成还是可以的。我爹第2天就赶着马车急急忙忙的来了。傻柳儿，薛家靠这个豆腐棚子，现在每个月也能挣好几两银子，你可得好好保养身体，不然哪天累死了，他家再娶一个。那真是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了。咱赵家可不干这窝囊事儿。我躺在炕上，气得直咳嗽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说的好话呗，只有亲生爹掏心掏肺儿女说的好话。没事的，我只是受了风寒，喝了药已经快好了。我爹坐在炕沿上怀疑地看着我。那怎么脸色还这么差呢？可他看着看着，不知怎么的，眼圈忽然就红了。随后他脸色一变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：
该挨千刀的刘家！我爹是个坐不住的性格，每次来青牛村都要去村里瞎转悠几圈。他喜欢热闹，喜欢聊天，更喜欢调皮捣蛋的小孩，所以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包糖。在村里，他见到小孩就逗几句，顺手就发糖，惹得全村馋嘴的孩子总是嘻嘻哈哈的跟在他屁股后面。最初，因为他的举动太古怪，李正还差点把他当成人贩子，当场揍一顿。不过现在，他和李正以及村里的老头们都已经混成亲亲热热的老哥们了，就连那些总围在村口说闲话的老娘儿们，见了他也总会热情的打招呼。哟，薛家的亲家爹又来了，这回也是。他大包小包的来看我，居然还给那些老哥们带了东西。这是给田老头的糯米糕，这是给李正的团饼茶，这是给你胖伯的桃花酿。我惊了，桃花酿？嗨，不是给那个刘王八的桃花酿，是真正的桃花酿。哦，那挺贵的吧？贵也值得呀。这青牛村藏龙卧虎，总和李正下棋的那个胖老头，我看着不是一般人。这种人咱一辈子也可能遇不到，但遇到了就得用心结交，人家心里清楚着呢。可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爹打算以诚相待。你还挺会见人下菜碟。傻丫头，人活一世啊，命只有一条，可要命的事儿不少，咱总得多结善缘，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不是？夜里，我琢磨着我爹这番话，翻来覆去有点睡不着了。如今薛家靠做豆腐已经渐渐过上了好日子，可豆腐在青山镇有好几家在卖，我得多想点赚钱的法子才行。秀莲给婆婆扎了半个多月的针后，就回了京城。临走前，她嘱咐婆婆：您平时用菊花水经常洗眼睛，也可以多吃些绿豆。已经能看清人影的婆婆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。丫头，婶儿怎么谢你呢？我娘说刚生下我的时候，她没有奶水，差点把我饿死。您当时正奶着平里，听说后立刻到我家，给我喂了第一口奶。您说我怎么谢您呢？哎呀，这都是800辈子以前的事儿了，不过是几口奶水，我都忘了。您忘了，我可忘不了。青牛村的山上长着很多野菊花，我在秋天采了不少。秀莲走后，我把那些干菊花拿出来，每天泡水给婆婆洗眼睛，还用绿豆鼓捣出好几种吃食，其中有一盘绿豆剁，全家人吃了都赞不绝口。老二媳妇，这是怎么做出来的？又嫩又滑，又有嚼劲儿，还有一股绿豆香，好吃啊！娘，过几天我再告诉您。我故意卖了个关子，接下来几天接连用绿豆稻做出了10来种不同的吃食：醋围豆衣、豆衣肉卷、青菜炒豆结、豆爷炖豆腐、豆蕨汤、糖醋豆衣、炸豆意烩豆蕨。婆婆服气了，对我频频竖起大拇指。柳儿啊，能娶你进门，是老薛家的福气。娘，我就是爱鼓豆吃的，这是我改良了做豆腐的方法做出来的。这绿豆老饼又有嚼劲儿又嫩滑，可炸可煎可炒可炖，吃法多了去了。你想拿到爹的小饭馆去卖？独一份的绿豆个，你觉得食客会爱吃吗？肯定爱吃。第二天，我和薛平义跟着拉豆腐的马车一起进了青山镇。当天中午，小饭馆就把新的菜单挂在了墙上。有的客人图新鲜，一尝，哟，这小吃竟然酥脆可口，还有一股浓浓的绿豆香。它的价格还很实惠，6文钱一盘。世上最不缺的就是吃货，民以食为天嘛。有人带了头，其余的客人就纷纷起了好奇心。一时间，有的点了豆咸肉卷，有的点了糖醋豆芥，还有出手大方的，直接让伙计上了1周8盘豆尖腌。我爹看着店里拥挤的人流，忍不住高兴的摇头晃脑。果然虎父无犬女。行吧，谁年纪大谁说的对。薛平义神秘兮兮的嘱咐我先在小饭馆休息，他自己则神神秘秘的不知去了哪里。等到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他终于回来了，手里还拎着好几个崭新的大包袱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的神色里有掩饰不住的喜气洋洋，连脚步都比平时轻快了很多。我齐了，有喜事儿？有你在，每天都是喜事儿。这人吃错药了吧？怎么还突然说起让人脸红心跳的情话来了？可等到了夜里，我看见厢房里红艳艳的新绸子、被面和龙凤喜珠时，就全明白了。薛平义这是要入洞房。我的脸颊顿时烧得通红，站在炕下扭扭捏捏的，不知把手脚往哪儿放。成亲那天我不在，委屈你了。薛平义的脸此刻也是红的，但他毕竟是个糙汉子，
不能让我这个羞答答的小媳妇主动。之前你不是说受伤了吗？怎么的？好了？薛平义吹灭了流着红色蜡油的龙凤红烛。好没好？你试试不就行了？试试就试试。都成亲4、5个月了，再不试试，连老天爷都要着急了。每天他带着婶子们做10几箱豆腐，再做几10张绿豆煎，到了晚上却一点也不累，天天都能折腾到深更半夜。哎，真是有点烦人啊。进了腊月，慕名去小饭馆吃绿豆得的客人越来越多，婆婆的眼睛也越来越亮了。一天，山里忽然下起了暴雪，薛平义起了个大早去院子里铲雪，而我则在灶房做了一锅热腾腾的豆芽腊肉汤。大月里青牛村家家都有请客的习俗，因为1年里乡亲们总会互相帮忙，今天你帮了我，明天我帮了他，后天他又帮了你，而且庄稼人心眼实，大多是不好意思收工钱的，所以到了腊月，即使再穷的人家也会热情的请别人家的男人吃顿饭。那天薛平义扫完雪，做完豆腐、绿豆丢，就去了村里的王叔家吃饭。我和婆婆则围坐在炕头上缝被子，窗外雪景像玉一样，炕上的火炉温红，本来是一幅难得的乡野美景，可谁知道忽然从院子里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娘，我回来啦！婆婆一愣，我也一愣。不一会儿，一个头上系着花围巾的女人拎着个灰布小包，急匆匆地进了屋。婆婆皱着眉使劲看她。你是？娘，我是如花，您的儿媳妇儿啊。您的眼睛好了？哎呀呀，那肯定是我天天拜佛感动了老天爷，老天爷这才降的福分。娘，我这回就不走了，咱一家红红火火的过日子。二儿媳妇？哪来的二儿媳妇？难道是薛平义之前跑了的那个混账媳妇？可如果她是薛平义的媳妇，那我赵柳儿又是谁？我是个烈性子，他这短短几句话就让我的火气一下子冲到了脑瓜顶。可就在我准备撸起袖子上去跟他撕扯的时候，婆婆却用力朝我眨了眨眼。哦，是如花呀，你这些日子去哪儿了？难道不知道嫁了人得伺候婆婆的道理？如花用袖口抹眼泪。娘，我也没办法。说说，怎么就没法子？您知道的，我有个寡妇娘。我嫁进薛家之前，我娘非要我再跟婆家要10两银子养老，我不答应，她就寻死。后来我假装答应了，然后成亲那天匆匆回娘家，想先卖个惨，就说我被婆家赶出来了，盼着她能心软。可没想到啊，我娘是真狠心，竟然不让我再来。她是娘，您也是娘，我想您想的都快病了，这才借机跑了回来。娘，我不走了，再也不走了，我就跟二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至于旁人，您可别被不干不净的人给骗了。长得像狐狸精似的，除了会勾引男人，还会干什么？婆婆神色淡然的点了点头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什么都会干？正好，我渴了，你给我舀瓢水喝。如花听了，欢天喜地地就去灶房给婆婆舀来一瓢水。婆婆镇定地接过水瓢，反手就把冰冷的一瓢水狠狠地泼在了如花的脸上。如花的一声尖叫还没喊出声，紧接着脸上又挨了好几个脆生生的耳光。呸！你这个黑心肝，竟然还有脸来！怎么着？是听说我薛家的日子红火起来了，又跑到这儿骗银子来了？你当我老婆子真是瞎子，分不清好人坏人，还骂我儿媳妇是狐狸精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媳妇天生人美心善，手又勤，比你这个歪瓜裂枣强出不是一星半点儿。你这个该挨千刀遭大瘟的，我今天挠死你！别看婆婆上了年纪，可她打起架来有绝招，那就是专门薅人头发。如花是猝不及防，顶着一张喜气洋洋的脸突然被薅住的，这一迟疑就落了下风。我眼看着婆婆薅着她的头，把她猛地拖倒在地，还不依不饶的往她脸上吐了好几口浓痰。我没动手，因为我被吓傻了。嫁进薛家半年，我不知道婆婆动起手来，其凶悍狠辣，竟然跟村里那个杀猪的屠夫有一拼。我还以为她只是嘴上厉害呢，其实早该想到的。一个寡妇娘能拉扯大几个儿子，那肯定是有点厉害在身上的。一老一少就这么互相纠缠着，撕扯着对骂，谁也不肯松手，谁也不肯停嘴。正在这时，厚重的门帘一掀，有人带着风雪闯进屋里，是我爹赵元宝。爹，这大雪天你怎么来了呢？爹来给你送暖锅。哟，这是怎么了？
亲家快撒手，可别把这俊俏小娘子的头发薅秃了。我是镇上的大财主，家里银子堆成山，8辈子都花不完。你猜怎么着？我老孩一眼就看中你了。你赖在这儿有什么劲儿？走，跟我走，保你穿金戴银，吃香喝辣。我爹此刻就像地痞无赖附身，眨眼间就把他半哄半骗的弄出了屋。屋外被拉扯的如花半信半疑。你真是大财主？你这小娘子眼拙啊！你看我穿的这绸缎，赶的这马车，像是穷光蛋吗？那你姓什么？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你？我姓薛，叫薛公明。那不是财神爷的名字吗？嗨，我比财神爷还有钱呢！快走吧。腊月农闲，乡里美事。这么一闹，很快就吸引了一群在门口扫雪的乡亲。薛平一得到消息后，也匆匆赶来了。可我却看着他那张硬朗又焦急的脸，第一次在心里升起了浓浓的怒意。哼！扶起婆婆后，我狠狠地白了她一眼，然后气冲冲地摔帘子就走了。本来也不是她的错，但我觉得很委屈。一边委屈，我还一边心虚，这样是不是太矫情了点？整整一天，我都没精打采地躺在炕上发呆。薛平一百般哄我，平时一拳能把无赖打趴下的硬汉，低三下四，嬉皮笑脸，在我面前说了几箩筐的好话。可我就是懒得理他，我好像又病了，茶饭不思，浑身无力，一颗心像被湿漉漉的水草缠住了一样，总是莫名其妙的想掉眼泪。薛平一辛辛苦苦为我熬了一锅喷香的鸡汤，可我闻了一口，就肚子里猛地翻腾，哇哇的吐了出来。要是早知道那个女人是那样的惹事精，当初我就是打8辈子光棍也不会娶她。傻小子，柳儿这是害口了。害什么了？那个泼妇害的。你要当爹了！什么？真的？您怎么知道？我生过4个大儿子，我能不知道这个？隔天，就那个小娘子，被我给拐到衙门，送到刑捕头那儿去了。他犯什么事儿了？不是你之前说怀疑他是骗彩礼的吗？那咱也没有证据啊。哼，嗨，让刑捕头仔细查查，不就有了？没证据，人家刑捕头能管这事儿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年底了，刑捕头正愁怎么述职呢。这一年他就抓了2个偷鸡贼，交不了差啊。我把人一送，他高兴的当即拉着我喝了一壶桃花酿，你说他管不管？我和薛平一同时无语。开眼了，长见识了。对不住，是我们太肤浅，案子居然还能这样办。不过听到这个消息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尤其是婆婆。亲家，今天炖豆腐敞开了吃。薛平一含笑看了一眼旁边带着羞涩的我，容光焕发的给我爹倒了一碗酒。爹啊，跟您说件喜事儿，柳儿她怀孕了。怎么，我要当外公了？您高兴不？高兴个屁！我闺女怀孕了，那个小娘们还巴巴的跑来气我闺女，我老汉怎么能饶她？说罢，我爹猛喝了一碗酒，穿鞋下炕就急匆匆的出了屋。爹，你干什么去啊？用得着你管？惹事精！半个月后，我们终于知道他干什么去了。原来他私下雇了2个人，专门帮着刑捕头查案子。这么一查，还真查出一个惊天大案来。原来那个如花真有个寡妇娘，这娘俩是外地人，辗转江湖，专门靠坑蒙拐骗过日子。如花到刑前，只能打着成亲的幌子，骗点彩礼钱什么的。他娘就厉害了，这几年凭着一张和善的脸，拐过5、6个良家妇女。奇就奇在，那些见过他娘的人都夸他娘是个好人。要不是事情败露，受害者们还要争着抢着给他养老呢。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越是好世道，越得提防着点那些假装人畜无害的笑面虎啊。刑捕头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，给整个青山镇都争了光，所以年底述职的时候，他不仅升了职，还得了20两赏银。他几次喝醉，拉着我爹的手哭哭啼啼。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！我没你这么丑的儿子。从此以后，刑捕头跟我爹结拜兄弟，居然成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兄弟。岁末书院年底给学生们放了假，
平俊也辞了张木匠夫妇回家过年。没错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咱老薛家的春天要来了。自从我怀了孕，婆婆就不让我再干活了，甚至连进灶房做饭都不允许。你没进门的时候，咱家也照常吃饭，没见饿死谁。现在我的眼睛也好多了，等着娘给你做羊肉汤去。腊月中旬，薛平义从镇上扛了半只羊回来，除了白酒席请客，羊肉还剩下不少，于是婆婆就经常做羊肉汤给我喝。除夕那天，薛家的年夜饭特别丰盛，全是鱼和肉，全是我爹从小饭馆带回来的。亲家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那算什么？真正的好东西在这儿呢。后山20亩桃林，这是送给我大外孙的礼物。你买这个干什么？做桃干桃铺？这事儿还没准儿，就先卖个关子。明年开春你们把桃林好好打理一下，兴许有天大的好处呢。那买地的契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我眼眶一热。爹！我爹默默地抿了口酒，听见这声爹，竟然破天荒地伤感起来。爹老了，昨天还掉了2颗牙。年纪越大，就越觉得对不起你。谁家的爹能狠心卖闺女啊？就算吃糠咽饭也得留在身边，不是？卖到别人家，别人谁会疼你的孩子？六儿，爹是混蛋，让你白白受了那么多年的苦。哪天我到了地下，你娘也饶不了我。爹，不说了。说不说的，爹心里都有数。下半辈子，爹就为你活着。那天的年夜饭，我爹喝得烂醉如泥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惹得薛家人也都跟着掉眼泪，是苦尽甘来的眼泪啊。开春以后，婆婆又开始点灯熬油的做针线活，怎么劝都劝不住。她绣了好多虎头帽、虎头鞋和肚兜，还到乡亲们家里讨了布头，做了一件百家衣。据说穿了百家衣，小孩子能得到百家福气，一辈子都会没病没灾的。娘，您是喜欢孙子还是孙女儿？闲着没事，我笑着问她。娘说了，你可别生气呀。娘希望这一胎是个女娃呢。庄稼人不都希望生儿子吗？我自己养过4个捣蛋的秃小子，实在是想换换样了。要是生个女娃，娘可以给她扎小辫儿，做衣裙，打扮得像小仙女似的。可要是个男娃，那就只能天天在泥巴里打滚了。一想到村里那些调皮蛋子在泥坑里打滚的熊孩子，我顿时就吓出一身冷汗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是女娃好啊。平里不知从哪里找了一本农科书来，薛平义按照书里的办法给桃树剪枝、分株、施肥、授粉。到了4月，桃花谢了，枝头上果然结了许多小青桃。他说今年的结果率比往年好多了。我特别喜欢桃花的香味，因此收了1亨箩的桃花熬粥喝。桃花粥香气浓郁，喝进肚子里，整个人都舒服极了。只是看着那20多亩的桃林，我愁得有点睡不着觉。这得做多少虚箩的桃干桃铺啊！到了6月，真有个天大的好消息到了青牛村。原来是有个贵人偶然尝过青牛村的山桃，当时觉得软糯甘甜，唇齿留香，就推荐给了宫里的人。皇上尝过之后也是非常喜欢，当即传下口谕，把青牛村的山桃定为御用的贡桃。而青牛村谁家的山桃最多？毫无疑问是我家呀。当我爹领着官府负责采购的差人来到薛家的时候，婆婆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咱家的桃，真要送进宫宫？这还有假？知道这事儿真的不能再争了。婆婆当时双眼迷离，瘫坐在炕上。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庄稼妇人，就是想破天，也没想过这辈子会跟皇家做生意啊。趁着差人忙着指挥车队摘桃运桃的功夫，我把我爹悄悄拉到一边。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之前不是和你说过吗？你们村那个胖老头挺有来头的。后来有一次我跟邢捕头喝酒，邢捕头喝醉了，无意中透露那个老头跟皇室有点关系，所以我就留了心。等那20多亩的桃一熟，我就摘了1篓给他送过去尝鲜。你看，这不就歪打正着了吗？皇室中人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不会？青牛村离京城不远，而且民风淳朴，山清水秀，是再好不过的养老地方了。你没听说吗？每年盛夏都有京城贵人来避暑，就住在王家。听起来像做梦。你这丫头，人家把白花花的银子都给你了，还想做梦？
原本我还担心这20多亩的桃会烂掉，可没想到一夜之间，它们就变成了我手里几个沉甸甸的大阴子，足足35两啊！加上豆腐和绿豆哥，今年能有100多两收入。这在乡下村子是妥妥的大户人家了。不过就是太累，尤其是薛平义，这1年来累得更加清瘦了，反倒是我腰身足足胖了2大圈。可即便如此，婆婆和薛平义还是把家里有油水的吃的都省下来给我吃。我撒娇说：“娘，以后羊肉汤就留给二哥喝吧，咱家他最累。”哼，他一个糙老爷们儿，喝什么羊肉汤啊？现在你是双身子，得大补，别怕胖，等生完孩子自然会瘦下来。那要是瘦不下来呢？刚刚做完豆腐，累得浑身是汗的薛平义走进了屋。端庄优雅漂亮一点，不是更好吗？胡思乱想什么呢？真是累不疼的。8月里，我在惨叫了1夜之后，果然生下了一个粉白粉白的女娃，这可把婆婆得意坏了。她一有空就往人堆里钻，3句话不离她的孙女小阿玉。吃了没？吃啦，吃的是羊乳糕，羊奶是我家小阿玉她外公送来的。你不知道啊，我家小阿玉能吃又能睡，招人喜欢着呢。婶子，给我挑3块。吃豆腐补身子，不多来2块，多吃点豆腐，那脸蛋儿会跟我那小孙女一样又嫩又白，天天让人亲都亲不够哟。娘啊，您就别天天把阿玉挂在嘴边了，你也担心薛平礼吧？他前几天去京城参加乡试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嗨，薛平礼年轻，就算这次不中，还有下次。一个毛头小子，哪比得上我们薛阿玉是奶奶的心头肉哟？不过嘴上虽然说着不在意，我却知道婆婆心里也是很焦虑的，要不然她也不会偷偷摸摸的跑到30里外的庙里去烧香拜佛了。平礼是薛家最有出息的孩子，这些年家里苦着紧着，1文钱掰成8瓣花，勒紧裤腰带供他一个人读书，为的不就是他能朝为田舍郎，目登天子堂吗？我觉得平礼能中，因为他身上有薛家人的特质，勤勉、肯干又机灵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都很有心。因为要去京城参加秋闱，所以我该走了。这是我送给小侄子的礼，二嫂别嫌弃。当时阿玉还在我的肚子里，可他却已经早就把礼备好了。天知道他一个穷秀才，要攒钱买银锁片，得花多少精力。平礼是好样的，平君也是个好孩子。他现在已经学了张木匠7、8分的手艺，所以早早的为小侄女打好了摇篮、吊床这些东西，而且这些东西个个手工精致，处处透着用心，就算大户人家再有钱也是买不到的。不过薛平义还不满足，还捎话给平君，让他赶紧再做个小木马出来。阿玉还没满月，用得着吗？薛平义一边给阿玉换尿布，一边得意洋洋的笑。赶早不赶晚，先给我闺女备着。自从得了个心肝宝贝闺女，薛平义整个人都不一样了，他好像更有劲头了，还放话说要从现在开始给闺女攒嫁妆，一定要在她出嫁那天送她个10里红妆。想得真美，下次别想。10里红妆啊，是庄稼人能出得起的吗？当然了，薛平义也有自怨自艾的时候。一天夜里，他左边睡着小阿玉，右边睡着我，他看看闺女，又看看我，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。媳妇儿，我不过是个庄稼汉，你嫁给我，会不会觉得亏？那你觉得我该嫁给谁？嫁给大财主、贵人、翩翩公子，以你的容貌，就是皇子也嫁的。我在被窝里乐不可支，伸手狠狠掐了他一把。嫁皇子？你怎么不说嫁天王老子呢？亏你想得出来。不过不瞒你说，我也曾做过这样的美梦，还想过自己要是个落难公主该多好。其实每个姑娘都有过闺房美梦，但那也只是梦。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的人。再说了，你有那么多长处，嫁给你，我不亏。我有什么长处？你有劲儿啊！哎呦，你下来！还不行呢，再忍2天，这样不行。阿玉满月那天，我爹红光满面的赶着马车来了，一进门他就咧着嘴朝婆婆一阵猛作揖。亲家给您道喜啦！他外公啊，同喜同喜！瞧咱妈玉长得多水灵。嗨，我说的不是阿玉，
不过阿玉确实比别的孩子水灵。说远了，我是说啊，给您道喜，您家薛平里中举了。婆婆一时间没听清楚，中啥了？薛平义在一旁却立刻听明白了，当时就激动地在婆婆耳边大喊：“娘，三儿考中举人了！”真的，老头子，你在地下听到没？咱薛家终于要出关老爷了！寒门出贵子，其中的不容易，哪是旁人能轻易体会的？多少人想要鲤鱼跃龙门，可是那些鲤鱼啊，还没来得及找到最宽敞的河流，就成了案板上的鱼肉，死不瞑目。真正能跃龙门成功的，能有几人呢？我爹说平里中举的消息传到了县里，县里的达官贵人都立刻起了结交的心思。现在平里正在县城跟知县大老爷品茶论经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应该的。改天咱们办一场谢师宴，一定要好好谢谢书院的先生们和来往的贵人们。就在我的小饭馆办，银子我来出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嗨，这是我老汉的荣光啊！9月26，青山镇上的客常来小饭馆举办了一场轰动全镇的谢师宴。那一天，书院的先生、学生、县里的官吏、村里的乡亲都来了。平里意气风发地站在众人面前，彬彬有礼，举酒相敬，俨然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少年郎。酒宴还没开席，就已经有人私下里开始打听他是否订婚了。我和薛平义抱着阿玉坐在席上，看着那个为薛家光耀了门楣的弟弟，也不由得湿了眼眶。再回想这1年多的勤劳时光，更是情不自禁的喜极而泣。